那刘海点的高度是根据我们的发量去决定的。那它的宽度呢？宽度是到两侧的这个退化点所说的转角点，这就是主刘海。它分主刘海和副刘海，我们先把主刘海分出来，分到退化点。另一侧用同样的方式。由于女孩子这个头发是发量很细软，而且比较少啊，所以说刘海点我们分的大概的高度是30厘左右。刘海我不建议大家分特别多，因为刘海落下来之后如果很厚呢，会比较长脸，而且整个线条这种蓬松感看起来没有那么细，看起来会比较闷。我们相对来说稍微少一点点的刘海，它会比较通透，那把那个弧度和张力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刘海的区域。就到两侧的退化点，相对来说头发比较少的这个地方，转角点啊，主刘海分太多，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分一个副刘海。分副刘海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正常在现场当中，大多数老师分副刘海可能直接从退化点中心分出来了啊，直接分到副角点。副刘海呢也不建议太多，稍微轻柔薄一点会显得一个明显。那如果我们从这里分出来呢，其实会有一个问题是。这个退化点的地方会有点露白，显得头发比较少啊。如果头发扎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会有点空。那我们怎么区分呢？我们是从刘海点、退化点中间的这个点，在退化点以上，中间大概1/2处，我们分下来。距离呢，参考距离反切1公分，这样分下来。这样呢，这一绺头发就能把退化点空缺的地方找到。那我们整个刘海看起来是比较完整的。另一侧呢，用同样的方式，在退化点以上、刘海点以下1/2处，我们取出来。参考距离反切1公分，分到对角点。那分完之后呢，我们要把后面的头发扎起来，把刘海独立出来。这样的话，我们能看到刘海它独立的状态。把后面的头发扎起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刘海的区域就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去分呢？从正面拉出来的，这都属于主刘海。我们可以看到两侧这些碎的头发掉落，我们不用管它。这边属于副刘海的状态。那我们主刘海首先先定一个长度，长度定在哪里呢？我也不建议太长，在这个女孩子脸型的比例上呢，我们定在下巴前，1刀。副刘海的长度呢，我们预留多长呢？预留距离下巴大概10公分的一个长度。那定完长度呢，接下来我们修刘海的形状，依然是先从主刘海开始。主刘海呢，我们拉出来，正面向上梳到垂直头皮，垂直头皮距离前面大概3公分的一个长度啊，剪一个斜的4度线。另一侧用同样的方式，我们要从正面梳出来。正面梳出来呢，我们最短的是最前面这个点。那如果我们从正面梳出来呢，那它最短的地方是它刘海点上面的头发，那就不对。我们要它前短后长，上轻下重，所以说直接在它这个斜面垂直头皮给拉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侧剪了一个小的切口在这里，大概3公分的一个长度，连接起来，非常简单高效。那主刘海的这个长度和轮廓我们就讲完了。我们来到副刘海，副刘海和主刘海是独立的，它俩是在视觉上重叠，在层次上不连接。我们垂直头皮，平行地面啊，拉出来，在它1/2处，我们看一下，划剪，划到中间。这样划完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后短前长的一个感觉。剪完下侧呢，我们来到上侧，上侧依然是从1/2处向下划剪，划到中间。这样两侧划完之后呢，整个副刘海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长了啊。完了之后呢，它是前短后长，后短前长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头发现在没有形状啊，我们先这样剪完，一会儿吹效果给大家去看一看，就可以看出来。另一侧用同样的方式啊。之后因为我们定好了长度，所以说两侧划完之后长度是差不多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吹风把这个刘海吹出一个大概的一个弧度，我们看一下它的轮廓厚薄比例是否对，我们再做细节的调整。
副刘海呢，我们把上面推的稍微饱满一点，上面向外拉，底下向回扣，推出一个自然的弧度。那我们吹完之后呢，大概可以看到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形体啊。那我再去调节一下细节的地方，哪里有问题呢？在我看来，副刘海我们是前面划了一刀，后面划了一刀，但是上面这里还是有点重。但如果我不推出这个弧度呢，可能大家看不出来我在剪哪里。OK， 那我们再在这里拉出来，两边都划了短，把它中间比较厚的地方，一刀没有剪到的地方，再去划几刀，把它变得细腻啊，没有那么厚实。这样剪完之后呢，我们放在侧面可以看得出来，就会变得很细腻了，中间没有那么的厚实。主刘海呢，依然不跟副刘海重叠，现在有一点点重，一会儿我们再做一点细节的处理就可以。来，我们剪另一个主刘海，那我们怎么剪？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可以看到中间比较厚实的。剪完之后呢，我们从正面看也是很细腻的啊，我们从侧面看起来比较轻盈，整体比较均匀。接下来我们把主刘海再变得细节丰富一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主刘海下面依然有点重，但整个刘海的轮廓形状已经出来了。OK， 整个刘海我们要定好长度比例之后，剩下就是整个刘海的这个细腻程度啊。那现在呢，我们换成牙剪，1/3处我们把它压的稍微轻柔一点，细腻柔和一点。剪刘海的角度是一样的，拉到垂直头皮。高角度剪完了之后呢，它会上轻下重；如果低角度的剪完之后呢，上面的头发剪得偏少，落下来层次落感没那么强。那我们发尾的地方，但不用把最发尾打特别碎。剪完之后落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效果。可以看到，在整个轮廓没有破坏的情况下，整个主刘海的发尾变得很细，看起来不像刚剪过之后的，但不要特别碎，要跟上面有一个自然的过渡。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刘海的左右的宽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给人出中分，因为正常女孩子她也是习惯分在哪里，她的分缝线在哪里就在哪里。那小撇这一边呢，由于这个发根长的方向，很多时候会向偏这样去长。那我们呢要制造相应的一个宽度，因为它本身刘海就偏窄，那我们给它剪的下面就不要太倾斜，就是我们所说的这里，不然的话整个刘海变得很尖了啊。所以说我们在剪长度的时候，剪这个刘海的时候，都是用平切口，直接就是一个斜45度，剪掉一个切口就好了，不要剪太多啊，最多3厘米的落差。这边用同样的方式拉出来。而且小撇这边的刘海呢，因为我们定的长度都是一样的，就在下巴，但是小撇这边由于刘海偏窄，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它剪得偏高一点，打薄的时候呢，也可以打得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它整体会向上缩一点，会看起来和刘海多那一部分显着发量差不多。如果它俩长度也一样，厚薄也一样，层次也一样，看起来刘海少的这一边看起来会偏长，依然是发尾1/3处打薄处理。剪完之后，整体的刘海比例会缩上去啊，看起来跟副刘海也比较均匀。那我们剪完之后呢，由于发尾变柔变碎了，我们再轻轻的把它吹一个弧度，给大家去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经过细节打薄处理之后呢，整个刘海的比例、厚薄比例，它的分布是很均匀的，整体是很协调的。那我们后边这条缝也不出现啊，它退化点也不会变得少，很均匀。把头发扎起来之后呢，单独看刘海也是很好看的。那你看，我们可以把头发扎起来之后啊，扎得松一点。正常女孩子扎头也不会扎得特别紧啊，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头包脸的感觉。那在店里面平时剪完刘海之后呢，也可以这样去给客人去看一下，让他看到刘海的重要性。那我们就可以单独给他去设计一款刘海，之后呢再告诉他这款刘海我们可以去烫出来啊，烫出来和吹风这个效果差不多的。平时在家里边洗完头发就这样子。
啊，他会很喜欢，也会愿意我们的提案啊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多看几遍对照练习，相信你一定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刘海剪得非常好看。那接下来呢，一会儿我们去把这个刘海要烫出来一个类似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大家要认真观看。那刘海呢，一定要烫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张力，副刘海呢要烫的稍微拱起来一点，距离脸有点距离，大概就效果。